江姑娘，正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姑娘，泰安殿里嫁祸你的那个宫女死了，圣上要见你。死了？他们这是想堵住我的口，息事宁人啊！果然是好手段。此事本该是王公公来通知姑娘的，但我担心你不知其中厉害，所以斗胆前来。还请姑娘一定要听我几句。什么意思？自那夜案发之后，太后娘娘频频在圣上面前提起姑娘，言说姑娘言语犯上，不好相遇。可圣上却认为此事本就有愧于姑娘，是以命慎刑司追查至今。那夜生死危局，我为了求生，少不了得罪太后。太后这样对我，也不意外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此事该如何应对，不会贸然冒犯圣上的。说到那夜，圣上来的突然，是你去请来的吗？多谢。姑娘与我就不必客气了。对了，江姑娘，还有一桩事也要告诉姑娘。近几日，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，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师和圣上之意。谢微，薛家竟是注意到他了吗？你起来吧。是。朕本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，只是此人畏罪自杀，这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。不过慎刑司那边前几日倒是审出了些东西，这个宫女应该是平南王安插在宫中的乱党无疑。乱党？怎么，你有何异议？回圣上话，臣女只是没想到杨芷斋身边竟然会有乱党，还好此人已经死了，不然臣女怕是要寝食难安了。你这是在宫中，区区一个乱党，有何可怕的？多亏圣上拨冗为臣女主持公道，不然臣女一介弱女子就要遭了他们的算计。这危及自身不说，沾上乱党还有连累家人，这可多不好。江尚书在前朝也算是为社稷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江二姑娘在此事上也是颇受了一番委屈。这样吧，明日我让王心义亲去一趟内务府，着人为江二姑娘拨下赏赐，算作宽慰。臣女谢圣上恩典。我都已经装傻充愣，认了这糊涂官司了，他还要如何？说到那夜之事，朕听说你出了泰安殿之后，与谢少师见了一面。不仅如此，朕还听说这谢少师赶出翰林院的2位夫子，都曾是责罚过你的。看来正宝所言不虚，薛家这是要对谢微下手了吗？而今我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倘若在这个关头让沈郎发现了他的马脚，燕家跟我都要遭殃。其实臣女也觉得谢少师对我有些不同。哦，怎么样？他与臣女父亲交好，从前在家里也碰上过几回，可不知为何入了宫之后，好像更加不同了。圣上知道吗？谢少师还单独让我去学琴，这多不好啊！圣上为何嘲笑臣女？臣女只将此事同圣上一人讲了，可不能让旁人知道。罢了罢了，你也不要多想。既然是来伴读的，就要把心思多放在学业上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谨遵圣上教诲。下去吧。美则美矣，只是这性子，实在是一团孩子气啊！要不是朕为谢卿操心此事，还不知道他几时才能成家呢。嗨。都说沈郎性子多疑，我这样装疯卖傻，也算是蒙混过关了吧？宫女虽然死了，但薛家的手段不会因此而停，少不得要与谢微见上一面，将今日之事说给他听才行。谢娟，这一回是你欠我的，可得好好还我才行。啊切！这样子去。
确实棘手啊。是啊，这犯人似乎不开口，我看呢，后来说也是加薪的，人家的用功啊，那这不就是已经屈打成招了？张大人，你真的要跟姚家退亲？是啊，我已将婚书退回，过几日得空了，便会请人替我将姚家的定亲礼送回。这是吏部之首姚尚书啊，堂堂的吏部之首啊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大人，此乃张某私事。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刑部因为你已经将新五位得罪惨了，如今姚尚书赏识你，想招你为婿，那就是你的机遇。我们这里多少人的考教都捏在姚大人的手里啊！你要是连他也得罪了，很难在刑部混下去了。在下本就是通过吏考上来的，也无意做高官享后路。若是吏部因私罢免在下，那我接着回老家县衙为吏便是。我的张大人呐，上次泰安殿一事，你我也算是患难之交，你就听我一句。张哲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粪坑之时，又硬又臭啊！哎，你最近为什么总往我们家跑？你生意不做了？做生意？谢伟整天使唤我干这干那，生意早就做不成了。我刚到的几张好钱，他全给我拿走了。今天我非在你们家吃回来不可。大秦，现在不是让你找龚一成吗？有消息没有？没有。可以快点吗？啊，快！陈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谢大人可在里面？陈勇有要事，请大人指点。请进。唉，又是一个上了贼船的可怜人呐！不许你说先生！啊！剑叔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，别动！哎呀！你给我站住！别动！我打死你！你给我站那！上一次陈大人甘冒危险入宫救人，谢某感激不尽。只是少不得提醒一句，陈大人可知张遮明明一介白身，是如何入朝为官的？只知是吏考出身，其他的倒是没有问过。张遮自幼家贫，他为了不拖累寡母而放弃了科考，转投了吏考。所谓吏考，并非是正式官员，往往事急则用，事定则罢。但冀北道监察御史顾春芳，他慧眼识人，看中了张遮之才，破格将他举荐给了朝廷。顾春芳于张遮而言，不仅有知遇之恩，还替他平反了父亲的冤案。此二人之情谊，绝非泛泛。顾大人把张遮安插在刑部，是有意而为之。顾大人外任多年，不日便要回京，而刑部尚书之位空悬多年，莫非圣上有意让顾大人？谢大人真是洞若观火，对一个小吏都了如指掌，走一步观十步，实在是令人佩服。陈大人言重了，谢某只是对张大人也比较好奇罢了。若日后有张大人任何消息，还请陈大人跟谢某互通有无才是。大人放心，陈莹愿为大人肝脑涂地。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今日一早，宫里派人送了许多赏赐来，老爷请人打听了才知道，姑娘在宫里受了大委屈，灵儿这是在担心姑娘呢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走吧，去向父亲请安，好叫他莫要担心了。嗯。雪宁见过父亲、母亲，给二老请安。哎呀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宫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赶快跟爹和娘说一说。你这丫头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得先跟家里知会一声嘛。你知道我和你娘啊，还有你姐姐有多担心你吗？
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宫里那么多的伴读，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出事呢？你是不是该问问他，他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不是在问呢吗？我就说嘛，当初就不赞同你进宫，以你的脾性，只会惹事，胆大妄为。你看，现在出事了吧？怕了吧？我常常给你叮咛叮嘱，要好好守宫里的规矩，你呢，只会当耳旁风。我说二姑娘，你能不能顾惜顾惜自己的小命，不要让全家人都为了你操心担心？你让我省省心吧。在母亲眼里，变什么都是我的错吗？您还真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我的意料。有你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要说了，行了，宁儿，你刚从宫里回来，一定累了，先回房休息去吧。来，送小姐回去休息。你看看他啊，你看看他什么样子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少说一句。哎，你瞧瞧，你瞧瞧这两人，这是猫和老鼠，还是老虎见着猪啊？非要吃掉一个才算完呐！母亲，啊，来了，还在生气呢？唉，女儿听过一句话，叫“爱之深，责之切”，女儿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，母亲能否为女儿解解啊？你呀，现在都会拐着弯儿来跟我说话了。母亲，其实宁妹妹在宫里的事，我们也都是耳听所得，未真实见到，也不一定就是宁妹妹的错呀。我知道未必是她的错，但是你们都别忘了，这是在皇宫啊。皇宫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地方，稍有不慎就要性命不保的。但是你看看她的脾性，她要是有你一半的规矩和沉稳，我何至于此啊？其实宁妹妹年岁渐长，也见明事理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多放心些才是。既然你说到年岁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。来，眼看你们姐妹俩都长大了，这婚事也该提上议程。但是你瞧瞧她这脾性，我都愁死了。你说什么样的人家才会要她呀？哎呀，母亲放心，父亲在朝中广交好友，自有好的会为妹妹相看的，您不必过于忧虑。好了，先不说他，说说你。本来以你的条件要寻觅一户好人家，那绝对是没问题。但是现在，你难免会被宁姐儿影响，你叫我如何是好呀？姻缘天定，强求不得，随缘便好。你呀你，就是你这般性子，迟早要吃亏的。满者损之机，亏者盈之剑，吃亏是福。瞧你这张小嘴，连娘都说不过你了。父亲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。来，快过来。慎，优也，父亲是在担心江家与燕家的关系。宫中逆言一案，薛太后的确是想通过女儿将罪名往燕家身上引。不过好在
刑部的张大人已经替女儿洗脱了嫌疑。宫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可是这前几日永义侯府也出了事情，你在宫里可有听说？依女儿之见，虽不知侯爷因何受伤，可薛家在当夜便封城搜查，那说明两家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之时。去宫里早更加长大了，见微知著，所言不虚啊。这燕薛两家的心结累积了20年了，他们积怨已深，恐怕是很难化解了。更何况这还有……父亲是想说，定非世子之事？女儿听说过300忠魂的传闻，说燕薛两家在此事之后断交，可女儿总觉得其中很多细节不合常理。父亲清楚当年之事吗？这当年呢，平南王趁着先皇病危，血洗了皇宫，许多事都是从仅有的幸存者口中传出来。你也懂得，这世上人言有几分可信呢？再后来，以讹传讹，早就把真相和这流言混作了一团，真假难分呐。我们能看到的就是，先皇当年便病重驾崩，幼帝登基，太后垂帘扶立了薛氏，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，这才还政。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事实。如今薛家势力遍布，永义侯府之难，当真无解吗？这燕林跟你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虽然这小子每次来咱们这儿都翻咱们府里的墙头，我也是见一次就骂他一次，可其实爹爹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。这小子能文能武，跟京城里那些纨绔子弟还是不同的。我本来想着你们早晚是会成亲的，可现在看来，这门亲事恐怕是不成了。爹怕你想不开，怕你心中难过。不过爹爹答应你，若你愿意，爹一定会为你再寻一门亲事的。爹是不会亏待了自己的丫头的。这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也都不会再牵连到你身上。父亲放心，我对燕玲唯有朋友之意，没有男女之情。女儿也断不愿为着此事草草嫁人。哦，女儿斗胆恳求父亲，往日燕玲有恩于我，如今侯府若是遭难，女儿也想尽我所能帮衬一二，绝不连累府中，还望父亲答应女儿的不情之请。好啊，好啊！原以为你还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，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明事理，而且懂得知恩图报，爹真的甚感欣慰啊！爹答应你，在这朝堂之上，有机会的话，爹会选择站在燕家这一边。嗯。国公，何人？那里，追！是，追！国公，真乃天助我也！来人呐，进宫！是。